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自适应错误分类学。合作方包括伯克利、苹果和贝斯波克实验室。它让 AI 能够自主诊断自身的失败原因。核心方法是给系统构建一个专属错题本，在代码与逻辑推理任务中最高提升 15%， 分类覆盖语法错误、推理差距和优化机会。这些错误类别全部从真实行为中自主生成，无需人类再手工编写固定的检查清单了。这为 AI 搭建了一套持久的诊断基础设施。大模型智能体在复杂任务中失败时，生成长长的原始执行轨迹。这些日志充斥着底层错误信息，可读性极差。如何在不改变模型权重的前提下提取有效反馈，这是当前 AI 系统面临的核心挑战。系统需要从杂乱无章的日志中提炼出可重复利用的教训，这样才能让 AI 真正做到吃一堑长一智。标量打分只给出通过或失败的结果。它足够简洁，但完全没有告诉系统为什么失败。自由文本反思，每次都由 AI 重新写一段分析。它信息丰富，但针对性太强，且阅后即焚。这种方法无法为系统积累通用的错误词汇表。两种反馈机制都走到了死胡同，它们要么信息太少，要么信息无法复用。这正是现有反馈机制的致命缺陷所在。静态预设清单无法适应 AI 系统的多样性。它无法预测代码智能体的贪心算法等特定错误，也发现不了科学智能体违反物理定律的推导。6. 领域错误分类的杰卡德指数平均仅为 0.14， 这充分说明固定清单会遗漏大量长尾错误。海量长尾专属错误无法被预先枚举出来，一成不变的错误大全永远存有未知的缺口。因此，静态预设检查清单存在根本性的局限。这套系统叫自适应多智能体系统错误分类学，它的核心突破是自主推导专属错误特征表。它不再每次都阅读全部海量原始日志，只需对日志样本阅读一次就能自主完成。生成的错误特征表明确且可重复调用，它实现了从杂乱日志到整齐分类的转变，这为后续诊断提供了紧凑的共享接口，替代了以前每次都要读长轨迹的笨重方法。错误分类学并非由人类手动编写代码生成，它完全从智能体的真实执行行为中自主推导。这套分类字典充当了跨系统的共享反馈接口。右侧 UI 面板展示了一个自动生成的错误类别实例，类别 C.5 代表组合数学推理错误类型，其定义是错误应用排列、组合或容斥原理。证据模式表现为幼稚的技术分解方法。示例显示，智能体将问题拆解为独立部分，忽略依赖。系统将所有发现的错误映射到3个固定维度上，这3个固定维度是系统级领域特定和角色特定，每一个维度都直接对应一种特定的修复手段。不同系统间的错误因此具有了可比性和可操作性。这种3维分类架构提供了结构化的错误描述，它把海量无序日志转化为有序的诊断标签，每一个轴都覆盖了智能体失败的不同成因。这为后续的自动化干预打下了统一的基础。系统级故障是第一个固定维度，修复目标是调整系统提示词与环境约束。举例 A.1 是停滞异常，智能体陷入死循环，输出仅剩无意义的最终结果如0。举例 A.3 是违反指令，完全忽略问题约束。这些错误可通过修改提示直接干预。该维度适合全局性的指令级修复，边界在于它无法处理角色或领域专属错误。BIS 特定故障只面向分化角色的架构修复，目标是调整特定角色的专属指令。检查者失职，指他不去校验而代替解答。协调者聚合错误导致分支答案冲突，这2个典型错误都源于角色分工模糊。该维度强调每个角色的职责必须独立，只有具备多角色分工时才存在这类故障。调整专属指令可精准解决角色错位。第3个维度是领域特定故障，修复目标为注入领域知识护栏。边缘情况遗漏指编程任务中未验证极端参数，例如枚举了输入参数却遗漏负值或空值，测试组合数学推导错误，涉及技术分解方法过于天真。系统会将复杂问题拆成无关部分，忽略依赖关系。这2类错误都依赖具体任务上下文。ADA-MAST 能自动从日志中识别此类模式，由此生成的错误代码可指导注入专用领域知识。该方法自主生成流水线，仅需4步即可完成。
整个过程只需8次调用就能完成分类学构建。第一步是特征提取，挖掘日志中的反复行为；第二步是失败提炼，面向3个轴向提出候选错误；第三步是整合去重，消除冗余项并统一命名；第四步是共识部署，通过多模型投票确保质量。这套流水线无需任何人类专家参与标注，它将一次性日志分析永久转化为标准诊断词汇。步骤一：分析阶段，从海量日志中提取关键信息。它提取领域上下文、智能体角色和行为信号，这一过程完全基于观察到的真实行为。步骤二：失败提炼阶段，根据日志证据提出候选错误代码。候选代码按3个轴向分别提出系统级、角色特定、领域特定。例如，从边缘计算代理中发现了边缘情况遗漏错误，每个候选错误都附带明确的日志证据来源。这种基于观察的提炼避免了预设模板的局限。整合步骤首先清除重复项，并统一命名规则，它确保3个维度的错误类别都被全覆盖。第四步是质量控制的最后一道关卡，4个独立的 LLM 标注原参与共识评估，在流出的测试集上，它们必须达到极高的一致性。只有当科恩卡帕系数大于等于 0.75 时，分类表才会被正式采用。这一步通过多模型博弈避免了单一判断的偏差，它保证了分类字典的可靠性和人类可读性。分类学字典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会动态进化，因为它始终描述当前智能体系统的真实状态。当智能体架构发生演进时，字典自动捕捉新错误；当任务分布改变时，旧词条会被删改或重命名。具体过程包括遇到新环境并触发在线进化机制，合并阶段同时执行添加和重命名2类操作。这种在线进化机制确保字典与现实实时同步，因此分类学字典永远不会落后于系统变化。该分类学系统将原始痕迹压缩至 1% 以下，原始114000个标记经压缩后仅剩1200个，这相当于实现了18倍的惊人压缩率，同时保留了 89% 的独特错误特征。系统只需极少上下文即可替代海量原始日志。压缩过程并非简单丢弃，而是智能提炼核心模式，最终形成数据密度极高的分类学字典，为下游应用提供了轻量且高效的诊断接口。EMAST 的词汇表在人类对齐度测试中表现突出。PRA-AIL 基准测试将它与4位人类专家进行对比，手工编写的参考一致性分数只有 0.516， 自主生成的分数为 0.682， 远超手工基准。这一成绩显著击败了人类精心编写的词汇表，证明自动生成的分类学能够比肩专家水平。整个过程无需任何人工标注或干预，为智能体诊断提供了可靠且可复用的基础。智能体架构进化场景依赖错误分类学诊断，它完全放弃盲目基于低分的变异方式，系统转而依据错误分类学进行精确诊断，诊断具体命中哪些错误代码与跨问题规律。例如，标签 A.6 和 B.6 直接指导架构重组，这实现了精准外科手术式升级过程，从简单线性架构进化为复杂稳健网络，最终使智能体从频发错误走向完美运行。错题本指导的架构变异在5个测试集上全面胜出，相比自由反思，准确率提升 3.4% 到 7.5%。在 Frontier CS 测试中， ADA-MID-EST 的准确率已经达到 32.7%， 而反射方法只有 26.0%。在 Olympiad Bench 测试中， ADA-MID-EST 的准确率高达 91.9%， 反射方法仅为 87.9%。在 MMLU Pro 测试中， ADA-MID-EST 的准确率达到 42.5%， 反射方法仅为 35.0%。在 Theorem QA 测试中， ADA-MID-EST 的准确率达到 65.0%， 反射方法仅为 60.0%。在 DRP 测试集中， ADA-MID-EST 的准确率为 91.7%， 反射方法仅为 88.2%。结果证明，自适应分类学于架构搜索中优势显著。运行时实时监控是第2个关键应用场景，它的目标是在任务执行中主动修复错误。核心机制是将错误分类学注入智能体上下文，智能体在关键检查点暂停比对错题本验证，一旦发现匹配的错误模式，立即触发修复循环，这使得智能体在执行过程中能够自我纠错。从进度条示意看，它能避免走向错误分支。
该方式相比事后反思更加及时和主动。SWE Bench 中 ADA-MAST 监控好 ，SWE Agent 基线50%反思后60%，ADA-MAST 监控下准确率升到70%，Cloud Code 基线为64.0%，应用 ADA-MAST 后准确率达70.7%，SWE Agent 获得10个百分点提升，Cloud Code 提升6.7个百分点。这证实了自动错误分类学实时诊断价值。ADA-MAST Judge 将错误代码直接转化为检验标准，它在缺乏真实验证器时依然有效。系统从 N 次尝试中选出最优轨迹，在 Terminal Bench 2.0 测试中 ，Best of 5准确率提升明显，相比常规基准，它提高了8到15个百分点。柱状图显示 ，Mean Failure 策略达到67%准确率，而均匀选择基准仅为58%，这证明了错误分类学在轨迹筛选中的价值。ADA-MAST 成功实现了从阅后即焚到持久诊断的范式转变，它不再要求 AI 反复阅读冗长的原始执行日志，而是从智能体行为中自主推导出精炼的错误分类学。这套分类学紧凑人类可读，且能随系统动态进化。它充当了连接搜索进化、轨迹选择和运行时监控的中央枢纽。在架构搜索中，基于错误代码的变异带来了全领域性能提升。在实时监控中，对照错题本触发自我修复，提高了 SWE Bench 成绩。在轨迹筛选上 ，ADA-MAST Judge 将选择准确率提高了8到15个百分点。这种基础设施为 AI 系统提供了可复用的自适应诊断能力。